女同志，你是谁啊？你干什么？我是你最喜欢的杜总的内衣啊！内衣？你可别胡说啊！你别乱来，不然人家以为我是流氓呢。你不信啊？那我就变给你看。啊！杜总。滚开！混蛋！杜总，冷静，我什么都没干。那秦风这个臭流氓！杜总是我们村的大客户，你竟然想要侮辱他！我下药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给我打！别！不要！KO！ 呸！玉佩，我的玉佩呢？玉佩呢？那是我爷爷给我唯一的遗物。小哥哥，那玉佩可以通万物，你的眼睛吃了，才可以看得见我们。哎，这喇叭怎么会响啊？啊！哎呦！啊！这倒霉蛋居然能看见我！前一没站到，白挨打。被人嫁祸，好可怜，好可怜。所以，我真的能沟通万物了。啊！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爷爷能开18家古董店，就是因为这个玉佩。不好，那个秦丽把我嫁祸成流氓。如果我没了供销社，还得罪了杜总，那我妈妈的住院费怎么办？小哥哥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我可以帮你洗清嫌疑哦。真的？嗯。杜总，您放心，我保证把那个流氓送去坐大牢。可我总觉得这事有点奇怪。杜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杜总。闹吧闹吧，供销社的名额归我了。侮辱我姐姐，我阉了你！别！去死吧，变态！刀下留情！杜总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你难道不想知道真凶是谁吗？你还敢狡辩！哎，你
怎么解释？你能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！杜总，这是你的红色蕾丝胸罩吧？你还敢侮辱我姐姐！我在办案，闭嘴！小哥哥，差点儿就没有了。你不是要帮我吗？赶紧啊！哦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我已经找到了。变态！你现在装神经病也晚了。我真正的罪魁祸首我已经找到了。是谁？姐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这个村里的流氓最猥琐了，就是他干的。村长，你想抢我供销社的承包名额，于是，在杜总的酒杯里下药，陷害我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自己被当场抓到，还想栽赃给我？就是，证据呢？证据？当然有证据。秦丽，你看看自己的袖子。你用迷药迷晕了我跟杜总，你把我们扶上了床，你解开了杜总的内衣，可你太过于紧张，撕破了杜总的红色蕾丝胸罩，你的袖口上就是证据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洗毛衣的时候不小心挂到的。杜总的红色蕾丝胸罩是国外的品牌，蕾丝和毛衣的材质可不一样，需要检查一下吗？死八婆，你敢害我姐姐！这都是秦凤湖说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送到公安局。杜总，您听我解释。杜总，是顾明君让我这么干的。我想让你出丑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你饶了我吧。杜总，你饶了我吧。杜总，姐，又是那个姓顾的贱人。现在差不多了，只需要换取杜总的原谅，我还能挣钱给老哥治病。杜总，您看咱们的合作还能继续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秦丽给我下的药？沟通万物这能力啊，定有玄机，不能肆意告知他人。哎，我观察能力很强，我看到他袖口上有和这个一样的料子。你还拿着你！杜总，我真的没有恶意，您的供货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您看能不能……这样吧，既然你观察力这么强，不如今天跟我去一个贸易大会，帮我看一批货，那我就继续跟你合作。姐，这乡巴佬就是运气好，干嘛带他去交易会啊？我总觉得这人很奇怪，说不定可以帮到我。小子，把事情办妥，咱们合作就继续。你要是搞砸了，就是跟那个秦丽是一伙的。哼，强奸未遂，我就直接送你去蹲大牢。走吧，姐姐。小哥哥，说好了让我帮你，就让我跟着你，
要时刻随身都带着。那人家会把我当成变态的呀！小子，还不出来？来了来了。哇！欢迎光临外贸大会。哎，死变态！这可是省城最大的外贸大会，交易的都是高端货。你们乡下的供销社怕是想都想不到吧？你放心，只要你把事办妥，你要的货我全包了。哎呦，原来雨珠妹妹还真看上这小子了，那还不谢谢我这个媒人？这人是谁？看起来是杜总的熟人。哇，是谁？这不是那这女的谁啊？谁呀？还带俩保镖？他怎么来了？谁料子够的？原来雨珠妹妹还真看上这小子了，那还不好好谢谢我这个媒人？哟，这长相嘛，土是土了点，不过这体格子倒是不错，看来是把我雨珠妹妹给伺候舒服了，连外贸大会都带你来长见识。哎呀，小哥哥，别生气呀，要不来给我当个助手，保证你的供销社呀兴旺发达。小子，别以为这女的看上你了，她从小到大都在跟我姐作对，只要是我姐喜欢的东西，哪怕是条狗，她都要去抢。顾敏君，你用这种手段，不觉得丢人吗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啊，你不会这么玩不起吧？况且我让秦丽那个蠢女人脱你的衣服，没让那些臭男人碰你，你该感谢我才对啊。不如就把这次的压轴货让给我。我看你不如让给我姐。今天既然我来了，那压轴货一定是我杜家的，你现在就可以滚了。好啊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顾小姐，你让秦丽给我和杜总下迷药，就是为了让杜总丢脸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你随手的一个小把戏，差点毁了我的事业，毁了我的人生，就因为你们之间的恩怨？小子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与猴子都大。在我看来，你们这些人和猴子没有区别。人可以拿猴子取乐，我拿你玩玩，又怎么样？行，让我让你见识一下猴子的厉害。好啊，那我也拭目以待了。江南省第3届外贸大会现在开始。江南省第3届外贸大会现在开始。你敢这么跟顾敏君说话，小心活不过今天。啊？启峰，我要不要找人保护你啊？不用，我还用不着女人保护。
再害怕也得顾着面子，也得给老妈挣医药费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我们开始拍卖第一批货物，来自东瀛国的木下电器，包括30台洗衣机、40台彩电和40台冰箱。这些东西可真够高端的，我在供销社可从来没有见过。顾总100万，100万，这么贵，都够我把供销社开到整个乡了。顾总120万，杜总140万，140万一次，140万2次，140万3次。这批货物归杜总所有。好，杜总真有实力，恭喜恭喜！真是不容易，杜总真有实力，太有实力了。我真是厉害啊！顾敏君，你们顾家是周转不便了吗？这就认输了？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，我送给你们姐妹当玩具。我今天来，就是为了那件压轴。各位，本次大会来到了最后环节，一位东瀛的神秘客人为我们带来了一件无价之宝。目前我们大夏工业正在起飞，机床是工业之母，也被称之为工业心脏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，正是东瀛最先进的数控联动机床。啊！我本以为是一台普通机床，竟然是数控联动机床。这一台得多少钱呀？恐怕只有杜家和顾家才能吃得下来。真的是数控联动机床，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姐，不会有问题吧？啊，小子，你不是观察力很好吗？那你说说，这机床是真是假？终于到我表演了，稍等，让我检查检查。你来检查，小子，看得懂上面的外语吗？哼，这种高级的机床需要用心沟通。算了，反正这种道理跟你也讲不通。哼。唉。机床，出来吧！啊，妹妹，机床妹妹，你真的是数控联动机床吗？你不是会用心沟通吗？还用我告诉你？那你穿的这么邋遢，不会是个冒牌货吧？你是冒牌货，全家都是冒牌货。我是东瀛重工最棒的数控联动机床，我们机器人才不像你们人类吹牛撒谎。哎，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数控联动机床，手续没有问题，也不是走私货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不能说，但是我能保证。保证？这东西起拍价就要300万，这要有什么问题，你赔得起吗你？杜总出价了300万。姐，杜总居然因为我一句话就扔出去300万，1000万。顾总出价1000万，杜总您还要出价吗？顾敏君，你明知道我下个月要投一家工厂，这台机床我们杜家势在必得，故意捣乱是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过这拍卖大会价高者得。哟，你们杜家该不会是没钱了吧？1500万，杜总出价1500万。顾总，您还要出价吗？只要有人比我高出1块钱，我就让给他。哎呀，我和雨珠妹妹呢，情同姐妹。既然她这么想要这台机床，
那我就让给他好了。不过，雨珠妹妹，这外贸大会的规矩，喊了价，可不许后悔哦。姐，该不会是这个女人的圈套吧？放心吧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恭喜杜总以1500万的价格拿下这台数控联动机床。看着就鲜艳。真的是数控联动机床啊！可算见到我们真面目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杜总！我拿500万现金，剩下的1000万用200卡车罐头折算，这样我们双方都有利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这杜总还真是生意奇才呀、既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机床，还销售掉了自家囤积的货物，还能让客人满意，真是一举3得。只可惜啊，你再怎么会做生意，这次也亏定我。你什么意思？这种设备全世界只有14台，你觉得能让你这么轻易买到手？这是假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当然不可能是假的，只不过呢，是坏的。什么？他什么是居然是坏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坏呀，太不像话了！这东瀛人呐，有些小聪明，想把这坏了的机床卖给我，被我给发现了。于是他们就把它带到拍卖会进行拍卖。只不过有些人呢，眼光太差，这就叫自作自受。我看不是他放到外贸大会上来拍卖，是你买下来坑我了。雨珠妹妹啊，你要这么说，那可就是你不对了。我可是拼命喊价，想让你知难而退呢。是你自己执迷不悟，我总不能坏了主办方的生意吧？你们外贸大会居然卖这种坏掉的货物！杜儿小姐，我们只负责拍卖，至于货物本身，我们并不负责。再说了，这么精密的机床，全世界只有14台，你们本该小心些。哎呀，太不要脸了！怎么这样啊？主办方真不要脸！哎呦，可惜了呀，杜总的工厂办不成了，这杜家的家底也赔掉了不少吧？秦先生，我这次呢，还真是要好好谢谢你，替那台机器做保。敢坏我的好事，让杜家弄死你！你和这贱人串联起来坑我们！你和这贱人串联起来坑我们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少安勿躁啊！你闭嘴！就因为你不自量力，害得我们家损失了1500万。放心，损失不了。秦先生曾暗中交代过我，这台机床是坏的，有人设计引我入局。他还让我强调，如果有人出价高于1500万，我就放弃。暗中做局者就会以1500万的价格卖给你。其实这台机床在外面至少值2000万美金，对吧？美金2000万还是美金？这得是多少人民币啊？如果是完好无损的数控机床，确实价值2000万美金。可坏的呢？一文不值。你们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啊？那要是我能修好它呢？这多少顶级的工程师都修不好这数控机床，甚至连问题所在都找不到。你一个乡下开小卖部的，哼，居然敢说
自己能修好这个世界上最精密的数控联动机床。这小子以为自己是神呢。哎呦，他要是能修好啊，那就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工程师了。就是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看什么看？你到底哪里坏了？为什么全世界最顶级的机械师都修不好你呢？谁说我坏了？那你为什么？要是你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你会不会累？会不会想歇一下？你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想装病请假不上班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们花那么多钱买了你，你不干活，我们岂不是又亏大发了？你们人类亏本，关我什么事？还真是油盐不进啊。那既然你不配合的话，我只好不客气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没用的东西就该被丢进垃圾场，和那些厨余垃圾和工业废料做吧，或者把你扔进我们村里的旱厕。你那天我跟你合作就是了，你个死变态！那你一会儿配合我，假装被我修好了。小子，这会儿装神经病可来不及。我这是在检修故障。还真是人不可貌相。那我请教一下，您什么学历呀？恐怕小学都没毕业吧？就是能看懂吗？给我拿扳手来。姐，他根本就不懂，这是最精密的电子机床，哪里需要扳手啊？简直太丢人了！再看看再说。配合一下啊！修好了。我才不信，这就好了？这么近，用螺丝米，这样就能修好？你理解的数控联动机床还在建国前呢。哪能那么简单就修好啊？姐，他脑子有问题吧？秦先生，你没有在开玩笑吧？你们可瞧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启动了！启动了！启动了！哎，这怎么又停了？这真有两下子，还以为真有实力呢。原来啊，是在装样子。就是真高兴。乡巴佬，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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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变态，还敢欺负我吗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们人类成天说谎被骗，那不是活该？来，自作自受。你是觉得我不会把你丢掉，或者不忍心把你丢进旱厕是吧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要干什么？亲你两口，没问题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变态！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干什么呀？这姐，你真相信这神经病能修？
我说了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哎呀，好了，人家认输了，听你这死变态的就是了。保安，还不赶紧把这个变态给我赶出去！修好了。修好了？不可能吧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又跟刚刚一样吧？真是乡巴佬，你真以为装神弄鬼有用吗？哎呀！哇，居然真有人能修好数控联动机床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多少工程师都修不好，甚至连问题所在都找不到，他居然能解决？难道他是天才？他果然没骗我，全世界最精密的电子机床，他真的修好了。好！哎呀，厉害！真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太了不起了！厉害呀，真厉害了！秦先生，真是真人不露相，原来是学究天人呐！这次真是让我们所有人大开眼界。运气而已。大开眼界，我看是有眼无珠。刚才你不是还说秦风哥哥是个乡下开小卖铺的，只会假装神经病吗？这就忘了。秦先生，是我冲撞您了，我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不过，杜雨珠，秦先生这次可帮你们挣了至少2000万。杜雨珠，你该不会太小气吧？这女人真是够狡猾的，故意这么说来赢得秦风哥哥的好感，花的却是我们家的钱。秦风，我知道现在各地供销社公转私，大家货源都不足，以后你的货物都由我来供应，不用你付钱，就当是我放在你的供销社代售，利润我们5分。活了！这下供销社活过来了，老妈的医药费用着落了。多谢杜总。还叫杜总，这么生分，以后就叫姐吧。姐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有事你随时找我。姐，下这么大本钱，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不过他是有点神秘，能修好数控联动机床的人，已经是一流的工程师，他绝对值得我们拉拢，就看他以后还能不能带来别的契机。哎，姐，那顾敏君会不会又跟你抢啊？上车吧。有了杜总供货，供销社肯定会越来越好。听说南方流行什么连锁超市，那我也可以试试。好弟弟，姐姐的公司呢，刚好缺一个副总经理，年薪30万，您有兴趣吗？哟，
眼神还挺不规矩，好看吗？小弟弟，我的身体好热啊，你帮我脱下来好不好啊？弟弟，来姐姐公司帮忙吧。这30万呢，是签字费，只要你签了这个合同，这些可全都是你的，而且可以随时见到姐姐哦。顾敏君，我什么东西你都要抢是吗？我就是看不惯呢，有些人太抠门，靠着我弟弟挣了上千万，却只给一个代售女。秦风弟弟，到底谁是真心对你？你可要清楚哦。他能给你的，姐也能给你。秦风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个女人当初可是想嫁祸给你，把你当强奸犯送进派出所。你要是跟了她，就不怕她最后吃干抹净，过河拆桥？在我看来呢，舍得给一个人花钱才是最大的珍惜，否则说的天花乱坠又有什么用呢？40万的年薪，外加我公司3%的分红，50万，4%。好弟弟，姐姐公司真的很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才，只要你呢愿意过来帮姐姐，那你想要什么，姐姐都给你。怎么贴得这么近，是又想告我弟弟非礼吗？我顾敏君向来只服强者，既然秦风有足够优秀的能力，那当然能够让我敬佩，自然和那些猴子不一样。说来说去，还不就是势利眼。秦风弟弟，这种人你可得小心。秦风，你到底选谁？说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别闹了，我妈现在还在医院呢，我等她病好了再回答你们，好不好？好弟弟，等你啊。大娘，大娘，你现在病得很严重，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后果会很严重的。现在还不能出院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就别在医院里浪费钱了。大娘，大娘，妈，咱有钱了，您尽管放心，好好住院啊。风儿，这些年你为了给妈治病，咱家的底子都空了。现在啊，你好不容易承包了供销社，好好咱2年前娶个媳妇，成个家吧，别在妈身上浪费了啊！你这，我妈，您放心，咱有钱了。
你把宫小生卖了？没有，妈，我进到了最好的货，这是今天的营业额。我今天卖了5台电视机，2台收音机，还有57袋化肥，还有缝纫机、糖、酱油，反正咱现在有钱了。这不可能啊！这些东西都是最缺的，你怎么可能进到货呢？我啊！院长，我把我妈妈欠的住院费给您补上。哦，已经有人啊替你交了。啊，谢医生，这就是你要看的病人。我们初步诊断呀是肝炎，你要不再看看？哇，谢医生啊是国内最好的肝炎专家，专门啊从帝都过来给你母亲看病的。风儿，这是你请来的医生吗？这得要多少钱呢？啊！放心吧，所有的费用啊都已经付完了，你尽管安心看病就好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风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谢医生，是谁请您来的呀？当然是我姐姐了。谢谢姐。都叫姐姐了，还说什么谢谢？妈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杜氏集团董事长杜雨珠，也是我姐姐，就是她帮您请的医生。哎呀，这姑娘和风儿的关系好像不一样。多谢了。姑娘还没有结婚吧？妈，说这个干嘛呀？工作忙，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阿姨，这是我亲手熬的护肝的，您先尝尝。哎呀，你都是当大老板的人了，还给我这个乡下老太婆熬汤。杜总这么好的姑娘，我看再合适不过了。阿姨，我呀给您请了中海最好的肝病专家刘医生，还有啊从欧洲进口的最先进的医疗设备，您看看喜欢吗？庆丰弟弟，为了给阿姨看病，我可是把中海最好的肝病专家都请过来了。阿姨，现在啊是科学社会，看病呢当然还得是西医呀。顾敏君，你脸皮可真厚，这种事都要跟我姐姐抢。阿姨，你别信这种坏女人，她昨天还要害庆丰去坐牢呢。阿峰眼光倒是不错，两个姑娘长得可好了，家世也没得挑。可到底选哪个呢？妈，两位姐姐都是好意，要不然都试试。庆丰弟弟，这有病可不能乱投医呀！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信中医呀？中医治本，西医治标。我是想让阿姨彻底痊愈，你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吧？我们一个小医院，这两位医生都是大神，平时请都请不动的，今天主动来给我们的病人出诊，还要抢着看病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弟弟，你信我，还是信他？秦风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秦风弟弟，咱们之前或许真的有些误会，但我顾敏君对天发誓，自从上次外贸会之后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，没有半点坏心。
麻烦大家先出去，我和秦风要商量一下。风儿。哦，妈。妈，我觉得吧，2个都试试。风儿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做人呐，可要专一，哪能2个都要啊？那不是不好选吗？那也不能拖着呀。这杜姑娘啊，性子温柔一点，家世也好。顾小姐人确实漂亮，看着也能干呐。妈，您在说什么？给你挑媳妇儿啊。妈，我说的是2种治疗方案，中西医结合最好了，那报纸上都写了。这看病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风儿，你告诉妈，这2个姑娘，你到底中意哪个呀？啊？她们都未必看得上我，我有什么资格选呢？那你告诉妈，这2个姑娘啊，都是做大事业的人，你到底选择帮谁呀？不，我要自己创业。爷爷当年有那么大的家业，我有手有脚，我一定能帮秦家恢复家业的。好，有志气。那妈来帮你应付那2个姑娘啊。这事业要做，娶媳妇儿也不能放下。杜姑娘，你进来一下。妈，杜姑娘，坐。阿姨，什么事情？杜姑娘，你和阿峰的事儿，我已经听他说了。阿峰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姑娘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秦家传下来的玉佩，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啊！姐，咱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那个杜雨珠看着温柔体贴，实际上最有心机了。我那是害怕你妈被他给骗了。完了，果然被他给骗了。阿姨，你这是……以后你要帮我照顾风儿。风儿，刚才阿姨把这个玉佩给了我，说是传家宝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顾小姐，麻烦你也进来一下。姐，我妈跟你说那些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姐她到底怎么想的呀？你快告诉我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她现在心跳得很厉害，身上也很烫，你要不要
摸一下试试。姐，咱们这样不太好吧？那个贱人肯定也偷听我了，我可不能吃亏。阿姨，您……顾小姐，风儿能找到你这么好的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秦家传下来的玉镯，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以后你可要帮我照顾好阿峰啊！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会的。这老太婆好狡猾，脚踏两条船是吧？果然还是老妈最懂两头下注。阿姨真是。小凤，听阿姨说你以后想创业，都是一家人，姐姐呢肯定会帮你的。用不着，我会帮她的。哎呦，我裂开了！供销社的货是够了，但是开连锁超市的钱还差不少。谁啊？秦风哥哥，怎么是你啊？那你以为是谁啊？顾明俊那个贱人吗？还是我姐啊？我哪里比不上顾敏俊和我姐了吗？不是比不上，是你还小。我哪里小了？这样不好吧？秦风哥哥，其实我对你……这不是上次我姐的吗？你把她藏在这里，你对她做了什么恶心的事情？我没有啊。那你把她藏在枕头底下？我最近准备开一个连锁超市，准备卖女性内衣，我研究一下。研究内衣？小哥哥，要不你也参考一下这个小姑娘的内衣？你是选姐姐呢，还是选妹妹，还是我们一起呢？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啊，我？天气太干了。阿峰，你在家吗？阿峰，你在家吗？我姐。姐，你来了。哦，今天在医院，阿姨说你想开一个连锁超市，
要不我们一起注册公司吧？我出100万启动资金，股份我们1人1半。明天有个开盲盒的活动，到时候有各种优质货源，我们一起去。姐，我们是姐弟嘛。再说，今天阿姨都把传家宝给了我，又说让我多照顾你。呸！衣服好臭啊，他都不洗的吗？什么声音？老鼠。姐，你继续说。你明白我的心意了吧？明白什么？哦，明白，我明白你的心意。哎呀，雨丝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怕顾敏君来骚扰秦风哥哥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我们不知道你要过来，我们害怕别人误会，所以我让雨丝躲在了衣柜里。真的是这样。秦风啊，明天我派车来接你，跟我一起去码头。去码头？中海每年都会举行开盲箱的活动，大型集装箱装满了各种货物，赌运气，赌眼光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我们连锁超市的第一批货源就有了，正好适合你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雨丝，快走吧，别总缠着你秦风哥哥。各位，每年一度的开盲箱现在开始，每个盲箱里的货物有的只值几百块钱，有的甚至是一堆废物，不过有的可能要值好几百万。几百万？不会是东营家电吧？这要是买到了，可就发财了。不好说，这没准也是几千块钱的垃圾。哎呀，弟弟，这次你可要帮姐姐先选一个箱子了。我和弟弟已经一起注册了连锁超市，外人还是不要来凑热闹。弟弟，咱们也可以一起开连锁超市啊，姐出钱，所有的东西啊，你占一半，包括姐姐。姐，生死富贵，命各有一天。每一个集装箱的起拍价20万。那个箱子我要了，20万。你说归你就归你。25万，30万，60万。中海三大家族之首的马家到了，这谁敢报价呀？看来这箱子里真的有宝贝，不然怎么三大家都出手？两位怎么不喊价了？马文涛，我杜家可不怕你。65万。玉珠妹妹，你要是肯嫁给我的话，这箱子就当聘礼了，怎么样？敏君，你呢？只要你开口，这箱子就送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嫌恶心。70万。哪个才是最值钱的呢？
这个人居然能看见我们！说说吧，你们肚子里都藏了什么宝贝？我们凭什么告诉你呀？你穿着化肥袋，你应该是尿素肥。你背了个电视机，头上长着天线。啊，你就是价格最贵的东营家电。不对，你的电视机是破的，头上的电线也是断的，莫非你是骗人的？你是垃圾家电？你才是垃圾，你全家都是垃圾！100万，105。姐，别买。姐，别买，这里面的箱子东西不对。这里面可都是东营的家电，价值超过600万。他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他也能沟通万物？雨丝偷偷用手持 X 激光照过，确定都是家电。顾明俊和马文涛肯定也查过了，不然不会一直叫价。居然比我还能作弊，真有能力。姐，你相信我，这里面的东西肯定有问题，别买。姐，你也别买。小畜生，你吹什么牛呢？你能看见啊？透视眼啊你！切，不买啊，就别捣乱。就是呀，这乡巴佬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还真以为自己未卜先知呢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不参加竞价，请不要乱说话。哎，两位，你要再不喊价的话，这箱子可归我了。还是说你们杜家和顾家实力也不过如此啊？没有本钱再往上加了啊？100万。嗯。 100，快！我也不要。这个箱子我不买了。弟弟，姐姐当然信你。你们杜家和顾家和我马家并称中海3大家，名不符实啊！区100万就不往上更了？你们两家呀，不配跟我马家并称。切，玩不起就别来呀！出来玩又不喊价，丢人现眼。就是丢人现眼。这两家，我们是来做生意的，又不是来做冤大头的。秦风弟弟说有问题，那肯定就是有问题，我信他。哼，早就听说你们俩真一个顶层的垃圾，本来以为是什么小白脸、高端人才，还弄了半天，就是个有眼无珠的乡巴佬。行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乡巴佬的厉害。小子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胆子不小啊你！哼，秦风，别乱说话。马文涛这人做事很极端。放心，有姐在。他们不敢喊价了，这箱子归我了。哼，你们也猜到这箱子里边是东营家电了吧？哈哈，可惜啊，你们胆量不够大，让这小子故意说这箱子里边东西有问题，想让我放手，可我偏不上这个当。哎，果然是东营家电，价值至少600万。两位妹妹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600万，这下得挣了有5倍吧？难怪啊，马家这些年风生水起，马少果然眼光了得。乡巴佬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了吧？马先生，要不你看看那里面的家电呢？还嘴硬，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这，哎，你们怎么能拿一堆破烂，还有一些空箱子就这么卖？马总，我们说了，
这是开盲箱，有的里面是废物，但是有的里面是宝物。真的假的？全是废品，全是废品。这下马家亏大了，这下亏死了，可是整整100万呢！该，这马家向来横行霸道，这下吃了个哑巴亏吧？要不是阿峰之前阻止，这下可就亏大了。可他修好的机床还可以说是精通机械，集装箱里的货物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弟弟还真不错，以后都得带在身边才行，最好能够……马先生，你现在知道天高地厚了吧？哎，马文涛，你这是准备开废品回收站？那可真是生意兴隆啊！第一天就得了这么多废品，马老板眼光真不错啊！那你来啊，我倒是看看你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来。我要那个，20万。我要那个，20万。奇怪，怎么 X 光被屏蔽了？外壳涂了一层铅吗？难道说最值钱的货在这个箱子里面？100万，就是太贵了，一下就100万，难道这个箱子才是最值钱的？马先生，你真的知道那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吗？价高者得，有本事你加呀！120万，100。难道主办方装了一箱石头，外壳却镀了一层铅，想骗冤大头？主办方，我怀疑这小子根本就没有这实力啊，在乱抬价。秦先生，你能出示一下财产证明吗？没钱，我弟弟喊的价不够的，我们杜家来付。弟弟，你放心出价，姐给你拖着。马先生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次就让你们两家大出血。200万。300万。哎，这箱子里面的东西有这么值钱吗？你说呢？我用 X 光照过的，里面多了一层铅，隔绝了 X 光线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500万，600万，700块我都不要。2个蠢女人，这箱子里啊就是一箱石头，你们真以为我在跟你谈价呀？我只是想看看你们血本无归。血本无亏。哎。真的是一箱石头，居然会有人花600万买一箱便宜的石头！哎呦，这乡巴佬真卖家呀！这下小白脸当不成了吧？这脑子怎么长的啊？你不也一样，买了一堆垃圾？马先生，这堆石头价值至少2000万，而最里面那一块价格500万起。这是真的？难道里面是2000万？他疯了吧？一堆破石头2000万，他怎么不说2个亿呢？就是啊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呢！哎，我说你们真是太坑了，卖一堆破烂不说，连石头都拿出来了。哎呦，秦先生，您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观察力比较好。您的意思是，这箱石头？价值3000万。秦先生开出最贵的箱子。这
这些都是什么石头啊？哇，这么值钱啊！这么多宝石，漂亮啊！但是看着真的很好看。这不错啊，不错啊。你认得吗？这块。好疼啊！坏蛋都怪你。小朋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花了600万呢，总不能让我亏本吧？昆仑青玉一块，昆仑青玉透明度相对较高，水线较多，15万。羊脂白玉一块，羊脂白玉，白玉中的极品，质地温润如凝脂，30万。30万！大红袍，品相良好，50万。大红袍，积血石中的极品。哎呦，这么多宝石啊！这小同志一下就发财了呀！杜家和顾家这下可真发了，难怪2位大小姐抢这位小同志啊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弟弟，你说这么多宝石，哪一块跟我更配呢？哎，那块最大的是什么？弟弟，姐姐呢？正好缺一条项链，不如这个就送给姐姐吧。马大少，到底是谁自作聪明？老板，还有块最珍贵的。皇家蓝宝石一块，品相优秀，深邃浓郁，价值700万。哇，700万的宝石，700万的宝石啊！还是皇家蓝宝石。秦先生，恭喜你！皇家蓝宝石，深邃浓郁的蓝色是市场顶级颜色的代表。马先生，草当成宝，宝当草，你怎么每次都错过正确答案呢？大发了。弟弟，这块蓝宝石你准备送给谁啊？弟弟，这块石头呀，打磨一下，和姐姐的这身衣服正相配呢。给我的？为什么每次都没我的份？哎呀，小姑娘，你也住在这块石头里吗？我和哥哥住在这个石头里，已经几千万年了。你们把哥哥带走了。弟弟，你觉得这块蓝宝石是更配我呢，还是更配某些人呢？还是更配某些人呢？当然是更配姐姐你了。师傅，把这半块也切开。可是它一块废石了。你尽管去切就是。这，原来那块石头里面藏着2块宝石，这一块是皇家蓝宝石，雍容华贵，而这一块是皇家紫罗兰。皇家紫罗兰，紫色翡翠，又称春色，其中色泽浓艳、种水好的皇家紫尤为珍贵，风华绝代，当然更配姐姐你了。就我什么都没有。好眼力！秦先生，神目如电，洞察古今，我家主人由衷的敬佩啊！不知可否赏脸一句啊？答应了。别错过这个机会。哦，没问题。各位，这就是我家主人。我比你们都年长一些，叫我四叔或四哥都可以。难道您就是缅北玉佛？这次的开盲箱大会是您组织的吧？四叔掌控着大半个东南亚的玉石开采和交易，身家上百亿。不是吧？财神爷找上门来了？不过这人的名字
我怎么好像听过？四叔，您吩咐我们过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云峰，那块双玉产自帕敢厂区的莫西沙场口，向来都是神仙场口，的确出好运。不过也是最难判断的，所以才称神仙难断寸玉。可你却轻而易举的开出2块好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可能因为我观察能力比较好，或者是运气也比较……不是，另有原因。难道他发现我的秘密？不可能！四叔，这开盲箱的规矩嘛，向来如此。我们也只不过是凭运气罢了。四叔不会为难我们吧？你不会输不起又反悔吧？2、3千万而已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就你们手持的 X 光机，根本看不穿我涂了铅的集装箱，更看不穿这些原石，也不算坏了开盲箱的规矩。四叔，小辈们让您见笑了。我在意的只有这位情况，你的爷爷是不是叫秦耀我？您怎么知道的？那是40年前的事情。缅北的原石行业来了一位艺人，凡是他断过的原石，没有一只是看走眼的，甚至包括血玉和帝王绿。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积累了惊人的财富，成为了这一行业中的王。四叔，您才是缅北玉佛吧？玉佛？那只是我师父打下来的名号，我只是恬不知耻的继承了这个名头而已。师傅？您说他是您师傅？不错，那个艺人就是我的师傅，第1代玉佛，也就是你的爷爷秦耀国。那秦风哥哥怎么会出现在中海呢？师门不幸，师傅总共收了4位徒弟，我排行老4，也是资质最差的一个。20年前，因为一件叫光明之眼的宝石，大师兄塔才暗害了师傅，杀了2师兄和3师兄，抢走了宝石。我躲在矿洞深处才逃过了一劫。后来，我父亲带我们回到了中海。塔才后来不知道去向，我继承了师父留下来的事业和名号，慢慢成为这行业的龙头。直到3个月前，发生了一件事。塔才回来了。不错，这2个姑娘都很聪明。世之，你要多听他们的话。那塔才回来做什么？他自封食神，勾结了3星坡的军阀，想要夺走师父留下的事业，控制整个东南亚的原石市场。他才约我3场赌石，既决高下，也决生死。那这跟您回中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近年来，我的势力逐渐下降，塔才本来就比我强，和塔才比试，我只能去送死。可是师父的仇不得不报。不过后来我得到了消息，听说师父的后代移居到了中海。所以您举办这次开盲箱大赛，其实是为了引秦风弟弟出来。师父断石很特别，他不靠经验，也不凭借任何仪器，他只凭直觉，但是从没有过失误，所以
我在想，师傅的后代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本领。看来爷爷是可以沟通万物，才能赌石开当铺，创下偌大的事业。小师侄，你刚才能开出双玉，显然是继承了师傅的本领。现在只有你能打败塔才，你愿不愿意帮我出战？我已经时日不多了，所有的产业都会物归原主，由你来继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太好了！你准备一下，明天我们就动身回金三角。啊！秦风弟弟，四叔的话有真有假，你仅听他的一面之词，却要帮他去缅北对付塔猜。小风，玉石行业确实暴利，但越是这样越是危险，尤其是金三角地区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秦风哥哥，我们去中海开家连锁超市，不也一样能赚钱吗？又简单又安全，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呢？我去缅北帮四叔，不仅仅是想赚点钱。当年我爷爷被暗算，父亲母亲带我逃到中海，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废话，当然不是为了挣点儿钱，那是上百亿，我得开多少超市，卖多少柴米油盐才能赚回来呀？那你打算怎么说服阿姨？什么？你要去金三角帮老四对付塔猜？妈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知道你爷爷、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吗？就是因为受了这个。妈，你爷爷被害死后，塔才派人追杀我和你爸，我抱着你躲在床底下，你爸爸为了引开他们，中了3枪，被他们活埋在了废弃矿洞。原来我爸是这么死的。风儿，这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，咱别趟这趟浑水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让妈可怎么办呢？啊！你说要重振家业，妈支持你。杜姑娘、顾小姐愿意帮咱，咱就老老实实的做生意，不行吗？啊！弟弟，金三角实在太危险了，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没错，况且那个四叔说的也未必是真的，咱们好好发展，也未必比他差呀。秦风哥哥，上一代的事情和你又没关系，何必一直想着呢？妈，杜姐、顾姐、思雨妹妹，我去缅北不单单只是为了赚点钱。既然上天给我继承了爷爷这个能力，他肯定希望我为父亲和爷爷报仇，夺回属于他们的一切。他们在天之灵也一定是这么想的。我不管，你要是敢去缅北，妈就死在你面前。妈，你真的以为我不去缅北就能逃得过塔猜吗？既然四叔能查到我们逃到中海，难道比四叔更厉害的塔猜就查不到吗？等四叔被塔猜吞了，塔猜不会对我们斩草除根吗？等到那个时候我再对付塔猜，身边连个帮手都没有。而我这次去缅北帮四叔，至少不会势单力孤。如果不除掉塔猜，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？处处提防着暗算，难道要一辈子当阴沟里的老鼠吗？风儿，风儿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没事的。我还要给您抱孙子，我还要娶媳妇呢。
哇！小师侄，这里就是缅北。缅北在明朝时就设置了腾越八关，帕敢就是其中之一。全世界95%的翡翠原石就产自于帕敢的8大产区。现在4个属于我的旗下，另外4个属于三星坡的李星汉，他也是塔塞的合伙人，联合向我发难。那你们约定了怎么比试？总共分为3场，第1场赌石，第2场斗石，第3场解石，3场2胜。什么意思啊？赌石就是由第3方选出一些石头，双方轮流从中挑选3块，价值最高者胜出，考验的是眼光和经验。斗石嘛，是由双方场口精选一块石头，价值最高者胜，考验的是场口的实力。那解石呢？比的是解石的手法。这个嘛，就容我卖个关子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行。哎，对了，小师侄，这次你来帮我赌赛的事，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否则塔塞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明白了。行。小师侄，你就先住这儿，我让阿坤带人守护在附近，24小时保护你。好，那你就好好休息，明天就是第1场比试了。有什么需求的话，直接吩咐阿坤就行。哦，麻烦四叔了。秦先生，我就在外面，有事情就喊我。啊，多谢。哇，有钱人的生活，真好。坏弟弟，坏弟弟，出发了也不知道说一声，有没有想姐姐呀？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我的弟弟跟别人打比赛，我这个当姐姐的当然要到现场加油助威了。姐，你可真……坏弟，小哥哥，我身上好热啊，赶紧把我脱掉吧。哎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坐。吃橙子。吃苹果。四叔，塔才先生，承蒙2位看得起，让老朽来做赌赛仲裁。老常，你在这行40年了，人品没问题，开始吧。本次比赛共分3场，第1场赌石，桌上放有28块原石，双方各自从里面挑出3块，开出玉石后估价相加，价高者胜。老四，当年在师傅门下学艺时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废物，没想到今天你又请这个小废物来帮忙。他这个毛头小子，看过多少宝贝，看过多少原石啊？那也要比过了才知道。要是用年龄评判水平的话，那最好的玉师应该是乌龟吧？你
小蔡，眼底下见真章吧。嗯。哎，他在干什么呢？应该是在检查玉石的品质。不过我听说，这玉石的好坏，连 X 光都照不出来。他在看皮壳的沙粒结构、松花的形态，还有锰带的气节。行家总是能在细节处判断出3成，可也就是这3成，已经足够让他在这一行暴富了。清风弟弟，你会不会看？四叔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明白，但是他们合在了一起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没事，反正我能学。不是，现学，还来得及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见笑了。不用这种东西，我也能查出来。四叔，这秦先生真的可以吗？哎，师傅当年就是这样，真正的高手根本不需要这些。常先生，我选这一块玻璃种翡翠。居然真的是玻璃种翡翠，大蔡先生好眼力！你估个价吧。这块玻璃种翡翠种老水足，起莹有刚性，按现在市场价200万。天哪，玻璃种翡翠，最近2、3个月没出这种好货了。他才第一次就赌中了，不愧是当年玉佛的大弟子啊！老四，让你的小废物也试试吧。手法姿势全不对，老四，这就是你请来的行家，师傅的脸啊，都让你丢尽了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废话怎么这么多了？清风，你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姐，肯定没问题。你们几个谁是最贵的？傻瓜，这都看不出来。羞羞脸想要作弊，偏不告诉你，气死你！你们几个当我白痴是吧？你们缅北啊，就盛产翡翠和硬玉，所以啊，颜色越浓郁越好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就你们两个，这小子装神弄鬼，搞什么飞机啊？玩这种把戏的人多了去了，最后还不得眼底下见真章？果然和师傅当年一模一样。这小子，这架势好熟悉呀！小子，折腾够没有？快点！就这2块了，拿去吧。
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姐，绝对没问题。陆雨珠，你忘了，秦风弟弟当时在中海，可是同时开出了双域。难道？师傅，好像也是冰中翡翠。好，塔猜先生，你怎么看？玻璃种翡翠，老四、老常，看来你们真是有眼无珠啊！你们不会眼瞎到这种地步吧？他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有问题？砖头料，满是裂缝，狗屎地，最多50块。我就说嘛，这小子果然废物一个。装模作样半天，搞了块砖头料。不，这不可能啊！秦风弟弟也有打眼的时候。哼，老四，这就是你找来的行家。比赛还没结束呢，第3块石头还没开呢，你急什么？就是，输赢还没定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刚刚明明看见2个小，那2个石头，皮壳是高种满绿啊！小伙子，这叫做贴皮，你不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吧？贴皮？贴皮也叫做皮，或假皮壳，是将一种高品质翡翠的贴片粘贴在一个普通的石头外面，伪装成一个优异原石。手法高级的话，行家也不容易分辨。淘血鬼，这下吃亏了吧？哟，这下要哭鼻子了，活该！原来是有人给你们做了贴皮，所以你们外表看起来翠绿翠绿的，那里就全是垃圾。我们石头不分贵贱，你们人类才这么无聊。你才是垃圾，你们赌石的都是垃圾。对方已经200万了，咱们才只有100块，第3块必须要猜中最贵的石头。四叔，这手法这么高明，是不是塔才坑我弟的？这2块原石开，这2块也是高冰种翡翠。这怎么可能？居然真的是2块高冰种翡翠！不会吧？一天开出3块高冰种翡翠，看来当年继承玉佛衣钵的不是四叔，而是大师兄塔才。一天3块，上次发生这种事情还是玉佛出道那天。这下麻烦大了，难道又输了？没事，清风弟弟，就算输了1场，那也还有2场。有赌不为输。哼，老常，估价吧。玻璃种，透明度高，满色正蓝，300万。玻璃种，无瑕无裂，满色正紫，500万。小废物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丢人的。别担心，相信秦风，我们还没输。
哦，看来就是你了。20年前也有一个人能看到我，就是他把我从山上带出来的，他叫秦耀国，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还在装神弄鬼，小子，这行靠的是真本事，回家种地去吧。切，给老娘闭嘴！怎么想死啊？清风弟弟，别紧张，就算选错了也没关系。放心吧，姐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选好了没有？我选这块光明之眼。是光明之眼，传说级宝物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四叔，什么是光明之眼啊？传说级宝物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光明之山、光明之海这2件宝物，你没听说过吗？这2件宝物我倒是听说过，一个存在英伦帝国的博物馆，另一个嘛是波斯国王冠上的明珠。难道光明之眼是和他们类似的宝物？在我们这行有个传闻，还有一块叫光明之眼的宝石，未曾面世。它与光明之山、光明之海并称3大传说级宝物。可是这种宝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疯了吧？光明之眼，这怎么可能？小伙子，可不要胡说八道啊！光明之眼价值过亿，神物自会，宝气内敛，你怎么可能看得出来？那就解开看看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居然真的是光明之眼！居然真的开出了传说级宝石，这趟没有白来。光明之眼，出这块原石的敞口，价格要翻10倍了吧？难道这小子真的是下一代玉佛？居然真的被人看出来了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赢了！你小子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老程，这3块石头都开，谁胜谁负，现在可以宣布了吧？双方各自选中3块原石解开，塔才先生的价值1000万，秦风的价值无可估计，至少1个亿以上。本场比赛，秦风获胜。小伙子，恭喜你！输了还这么能装，这人呢，就是爱要面子。不过死要面子，就得活受罪了。小师侄，干得不错啊！下一场是斗石，我们手中的4大敞口莫西沙、帕敢吉、莫湾基木纳和李兴汉手中的4大敞口南齐、后江、会可、纳莫比起来，并不处于下风。我们会把4个敞口的原石汇集一起，不过还劳烦师侄费心啊，需要你亲自去敞口把关。
把最好的原石找出来。哦，那我陪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那我就不煞风景了，你们3个年轻人好好相处吧。阿坤，你明天让场口的矿工停工，让小石子慢慢查看，干这行最忌讳分心。是，四叔。小石子，今晚就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放心吧，四叔。这老外玩的可真花呀！哟，脱衣舞娘排你，弟弟啊，原来你喜欢看这个。姐，这不知道是谁放我这儿的。弟弟啊，姐姐脱给你看，好不好啊？跟你说，我姐让我去查了今天比赛那批原石，在路上被换过一次，肯定是那塔塞做了手脚。秦风，啊，哦，进别人的房门，不知道敲门呢，这一点素质都没有。秦风，你居然跟这个贱女人搞到一起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吗？对得起我吗？我，杜雨思，我和秦风弟弟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嘴里给我放干净点，要不然我撕烂你的嘴。秦风，你好。姐，哎，姐姐在这儿呢。姐，咱们回头再聊啊。他们呢？都走了，回去了。哎呀，没事的，等到这件事情了结，再回去好好和他们解释。秦先生，今日场口停工，任由你挑选，我就在附近守护。弟弟，这么多原石，怎么才能挑出最贵的？莫西沙不愧是最冷的场口，沙粒细腻，种水俱佳，
满绿高翠，虽然品色都不差，但要是以这样的货，想赢下塔猜，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这绿色，龙阳正和，这不是四叔所说的翡翠之王帝王绿吗？不错，就是它。弟弟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塔猜先生，你果然没猜错，他会来莫西沙挑原石。塔猜先生，你果然没猜错，他会来莫西沙挑原石。你就是秦耀国的孙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装傻的样子和秦耀国当年一模一样。不过你骗不了我，我早就猜到，老四为了打赌赢我，就必须把师傅的嫡系后人找出来，所以我准备了光明之眼，也只有师傅的后人才能认出来。你，那光明之眼是你放进去的？那些原石都是我调包的，老四鼠目寸光，真以为我为了独霸金三角的玉石市场？哼，这些东西怎么比得上秦耀国的独门绝技呀？只要能得到玉佛的本事，我就能挣到千倍万倍的钱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吗？你和秦耀国是怎么赌石的？各位帮我一次，我就帮你们实现一个愿望，绝不反悔。眼前变红，和当年秦耀国一模一样。小师侄，这个小姑娘好像对你来说至关重要，你的秘密和她的小命，你选一个。小师侄，这个小姑娘好像对你来说至关重要，你的秘密和她的小命，你选一个。我当然是选她了。多谢各位，回头再聊。哎呀，你妖孽！你和秦耀国一样，都是妖孽！姐，你怎么了，姐？弟弟，我中枪了。弟弟，我中枪了。你快走，马上就是第2场赌石大赛，你不能输，还要替爷爷报仇呢。姐，不要！姐，你别吓我，姐！没事吧？我送他去医院，你赶紧去赌赛现场。他们关系向来不好，我自己送顾姐去医院更安全。今天的赌赛是斗石，只要原石到场就行。你们把这块帝王绿帮我送到现场，我送他去医院。那你小心一点。出租。第2场听说是斗石，四叔都是老场口了，种老水族满色，赢定了。那可不好说。李星汉的场口虽然平均水平不如四叔，却也经常出顶级货色。今天是比赛第2场斗石，双方的原石都已经检验过了，都是3天内从自己场口开出来的。现在就看谁的宝贝最值钱了。四叔，你家的玉师怎么还没有来？他临时有事，可能晚一点到。不会是怕了不敢来了吧？我们今天是斗石，又不是比人，跟他来不来有什么关系？你非要请风哥哥过来，是嫌上次输得不够惨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计时。等一下。
等一下，他怎么样？还在昏迷中，但是医生已经说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常先生，计时吧。帝王绿，居然是满色帝王绿啊！这李希汉的厂区赌性也太大了吧！居然能出满色帝王绿，这不比昨天的光明之眼差了吧？这不好说，那也是最好的。不，咱们的玉怎么样？放心吧，肯定不比他们的差。难道这块更好？不会吧，还有比满色帝王绿更好的？那不好说，这位小玉师昨天可是让大家开了眼的。砖头料也拿来斗石，你这是瞧不起我呢，还是坑你东家四叔呢？小师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昨天看得清清楚楚，我问也检查过，是一个玻璃种的满翠帝王绿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的是砖头料，我的是帝王绿，我赢，你输。别以为会一些旁门左道就能吃定我们。明明是帝王绿，怎么会变成砖头料？哦，原来只是外形相似，不是同一块石头。小姑娘，你是被调包了吗？是谁把你和我昨天的那块石头换掉的呀？杜雨珠，谁？杜雨珠。看来你已经发现了，没错，就是我换掉了。姐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开玩笑，很好笑吗？秦风，你一个乡巴佬，我姐看你有点本事，给你一点脸色，可你却跟顾敏君勾搭到一起，你把我姐当成什么人了？今天不过是给你点教训。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秦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的好都是应该的？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没想到你居然对不起我。我发誓一定要让你后悔。怎么样？现在感觉如何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别想太多，你先冷静一下，这些事等回去再说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欢迎两位杜小姐加入我们的团队。老常，现在可以宣布哪一方获胜了吧？第二场赌赛，塔菜方获胜。秦风，小师侄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这里是金三角最好的医院，肯定能把顾小姐治好的。姐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杜雨珠姐妹就是一直在利用我，怪我一直太蠢笨，没有相信你的话，反而还认为你重伤了他们。唉，猜波让人心动，嫉妒更让人发狂。
杜家姐妹投靠了塔猜，摆了我们一道。事后李星汉和塔猜肯定会给他们好处的，你也不用太在意。明天就是第3场赌赛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小师侄，你也早点去休息吧。不，四叔，我要留下来陪他。好吧，整个医院都是我们的，有任何需要的话，随时吩咐他们。是。第3场比解石。桌上这块原石是重新粘合的，宝贝藏的非常隐蔽。双方轮流下刀，谁最先切出宝贝的，就算赢下这场比赛。猜硬币，决定谁先。请数字。塔猜先生，第1刀。小师侄，这块原石皮壳杂色，灰绿灰黑混合，多半出自会卡伤口。切的时候小心裂缝，不要从正面下刀，您要一线，不要一面。李先生，这块原石是很复杂吗？解石其实不太难，一般都在3刀之内，但难点在于双方要用最快的方法切到宝贝，所以只有1、2次机会。塔猜抢先这一刀，我花了500万。看来这原石中裂缝确实不少，不怕大裂，就怕小柳，密密麻麻的裂缝最难避开了。塔猜这一刀不好下。小师侄，你准备怎么下刀？找到那个绿色的，然后给他一刀就行了。小师侄，只有师傅才有这本事。解石就这么容易？那金三角数千名解石师傅，凭什么穿衣吃饭呀？从这里下刀，挑蜡切。好眼力。不错，第1刀开窗就已经见了绿，那下一刀就可以开出宝贝来了。金三角最厉害的老师傅也不过如此了。这块原石到处都是小裂，竟然还精准开窗。秦先生，轮到你了。不过，按照规则，你必须重新挑选一个地方开窗，不能用塔猜先生打下的基础，明白吗？我本来就不用，直接从那儿下一刀就好。哦，你果然跟四叔说的一模一样，里面全是裂缝，而且斑驳杂乱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那里面宝贝藏在哪儿？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秦风，你该不会真自作多情，觉得我姐和我看上你了吧？你自己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小师侄，
他这是在分散你的专注，不用搭理他。秦风，顾敏君到底死了没有？对主，你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还是说，你一直都是这样？一切都是你痴心妄想罢。萧世之，专心一点。老常，这不合规矩吧？四叔，作为一个御师，连专注都做不到，那还比什么？我们杜小姐自己说话，关你们什么事？老四，还是说你输不起？萧世之，不干你的事情，不用理会。小姑娘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想摆在客厅里，还是想回到大山，过安静、自由的生活？怎么样？不要用解石刀，按照我画的虚线，从这儿用暂刀一点点抠开，宝贝就在里面。不开窗直接切？这可是雷打石，那么多小裂缝。这人怕是疯了吧？最厉害的老师傅也没这本事啊！你确定这样解的话，这块原石可就彻底切开？如果找不到玉石，这场比赛可就算你输了。秦风，你是知道这旁门左道玩不下去了，干脆破罐子破摔是吧？你这是准备孤注一掷了？小子，想赌命？老子就是靠赌命上来的，还能怕你？四叔，您的意思是？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穿麻布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连命都不敢赌，还不如回家卖红薯。就这么结。您听到了？师傅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一刀绕过了所有的小裂缝，准确的开出了完整的宝贝。就算当年的玉佛也不过如此啊！怎么可能有这么准的刀？这种雷打石到处都是裂缝，就算是透视眼，也不可能断得这么仔细。难道又出一个玉佛？不可能！这肯定搞错了！老大，你自己看吧。真无聊啊！姐，我们走吧。长老，该宣布最后的赢家是谁？第3场，秦风获胜，整盘赌赛3局2胜，秦风代表的赵四方获胜。李星汉，你那4个厂区呢？愿赌服输。我既然做这一行，就认这个规矩。明天我就会转到你的名下。多谢。萧世之，这次多亏了你了。应该的。20年前，你害死我祖父，昨天又想害死我，害得我顾姐姐在医院身负重伤。现在该怎么说？成王败寇，愿赌服输。
你当初让我挺你的时候，赢了我们利益均分，输了就拿你的命来赔偿我的损失。既然他才输了，那就不会存活于这个世上。大才，20年前你为了一块宝石就暗算师傅，害死2位师兄，今天有这个下场，你这叫自作自受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赢了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。小世侄，你果然继承了师傅的本事，输给你，我心服口服。哼，哈哈哈哈！小世侄，要不你把师嫂带过来，这边的产业你慢慢接手，这不比回去那小地方做那小生意强多了？其实我来缅北的目的，就是替我爷爷报仇，顺便查清当年的真相。我妈她年纪大了，加上之前的事情，她肯定不同意我干这一行。我还是回去陪着她吧。没错，这一行啊，暴富暴穷，我们呀还是回去做些小生意。不过，四叔不如去找一个职业经理人，每年按比例给我弟弟分红。就是啊，您觉得呢？我觉得呀，你们不如去死吧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四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来还想着你把你妈带过来，正好斩草除根，看来现在只能先把你杀了，再派人去把你妈杀。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我一定会让你一家团聚的啊！哈哈哈哈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弟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个老东西想过河拆桥，独占你家的产业，说不定当年就是他暗害了你爷爷，嫁祸给了塔猜。哟，不错，小姑娘，我早就说过你很聪明，居然猜到了当年的真相。赵老四，你不错，当年我们师徒4个一起去了莫西沙的坑道，在那儿找到了光明之眼的宝石，至少1个亿呢。大家都心动了，我便趁着3个师兄不在，先下手为强，弄死了秦耀国那个老不死的。然后我偷偷的炸塌了矿道，封死了所有的出口，把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都埋在了里面。这3个不开眼的白痴，恐怕到死都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吧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塔猜怎么回来了？那个白痴走了狗屎运，他没有被蒙死在里面，反而拿到了秦耀国的光明之眼，逃出了坑道。我本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想到20年后居然来找我报仇，所以你就找到了我来帮你。塔猜虽然愚蠢，但当年秦耀国的绝活就属他学的最精。他勾结了李兴汉，联合向我发难，光明正大的来挑战我在这一行的地位。不过正好我得到了消息，当年你母亲逃到了中海，于是你就设计了开盲箱大会，编造了一系列的谎言，就是为了让我帮你除掉塔猜师叔。谁让你这么蠢呢？正好你和塔猜狗咬狗，帮我灭了那个白痴，让我坐收渔翁之利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看在你帮我灭了塔猜的份上，
我让你做个明白鬼。好了，现在话已经说完了，你们可以上路了。他把真相全部都说出来了，你们还不出来吗？哎，杜雨珠，还不进来？怎么，还真想看我和弟弟被那个老东西弄死？坏哥哥居然让我演坏人！天命老头嘛，你的演技倒是真不错。你们，我们是在演戏而已。第一天比赛结束，他才师叔就已经联系了秦风哥哥。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找到塔猜师叔的？那天你和那2个女人吵架。没错，我早就知道你在这别墅里面布满监控，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于是，我假装和杜姐姐闹翻追出去，趁机见了塔猜师叔。我和小师侄说清当年事情，虽然我不确定是你炸他坑道，害死师傅和2位师弟，但我却非常清楚，如果你是当年真凶的话，只要我死了，你绝不甘心把师傅的基业还给小师侄。于是，我假装看原石，骗过了你给我布下的监视人员，还趁机灭掉了阿坤。然后又假装让顾姐姐受伤，跟杜姐姐闹翻，让她叛变，最后让塔猜师叔假装自杀。果不其然，塔猜师叔说的对，你最终还是向我下了手。老东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行本就如此。我愿赌服输。把他送去摩西沙的地下通道，祭奠师傅和2位师弟的在天之灵。姐，会怎么处置他们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当年怎么对待我爷爷和2位师叔，塔猜师叔就会怎么对待他，这就叫善恶有报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秦风，姐，你来了。你喊的是哪个姐呀？是我这个姐，还是杜雨珠？总归不会是杜雨思那个小蹄子吧？不是，那怎么可能？当然是喊你了，姐姐。喊的我？切，你都回来多少天了，整天和杜家姐妹混在一起，有来找我吗？姐，那我不是最近在忙吗？我在忙着帮杜姐他们开连锁超市啊。那我不也和你开超市了？这超市都快亏钱了，也没见你一点往心里去。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假装住院，住了那么多天，你天天杜姐长杜姐短，我呢？好了，姐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后面都陪你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我没有来差吧？是不是打搅你们了？
清风哥哥，我们今天约好了去浦东超市，车子在外面停着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弟弟呢要陪我去宝山，那就让他自己选。弟弟，你去哪里？清风哥哥，你选谁？弟弟，你怎么选啊？